今天呢，俺有幼儿园有商谈，他爸爸今天去上班去了，没有时间，所以呢，我就要和奶奶一起去商谈。本来我是想穿着普通的衣服去的，看孩子的衣服去，但是后来一想，不行啊，所以呢，我就把我平常上课的衣服给弄出来了。没人说我平常穿的比较随便，那因为平常的时候得看孩子，一般我拍视频的时候都是看孩子的时候，我一般上课的时候都是穿这种的，算是那种的连衣裙什么的吧哈，比较正式的。昨天我还把我跟我实习的几个实习生给说了一顿就是每年不是有那个从国内各个学校里过来的实习生，就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跟着我实习，我说他们不是先用这个哈，说他们那个上课的时候不能穿得太随便，我说穿得太随便的话没有那种气场，镇不住学生。就是韩国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传统呢？就是就是学生一般的哈，见到老师，无论你认识不认识的，都会给打招呼。那就是最近呢，我就遇到很多我不认的学生给我打招呼，就想，原来我真的老了，可能就是因为穿衣服的原因吧。我一般都是在车里化妆的。最近这个5月特别忙，简直真的就是忙疯了。我们系里给我申请了一个特奖，就是考试特奖，从晚上6点多上到9点。好在是有一些实习生可以帮我上课，所以就没那么累。要不然的话，我算如果要是那样的话，一天可能得上个好多节课。但实习生上课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会一直给学生在扩单词。昨天因为这个问题，我也跟他们说了一下。毕竟他们刚刚来给学生上课，所以呢上的真的非常好，但是呢有一些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就需要一直给他们说。月末还有一个山东师范大学的一个访问团要到我们学校里边来访问，因为我们学校呢，本月末有一个中文周的活动，这个呢是学生会的活动。我们做老师的话呢，也不好干涉太多，能帮他们就帮一下他们。就韩国大学和中国大学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韩国大学给予学生的这种自由权特别的多，就是特别的大，就是不会过多的去干涉学生。包括像那种的中文周啊什么的，都是学生他们自己去策划，包括从开始就是借场地，然后各种各样琐事全都是学生自己去做的。像做老师的话呢，就基本上就不会去给帮学生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呢能帮的话呢还是要帮一帮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气垫特别好用，它这个颜色是那种粉粉的那种颜色。我好几个学生就用这个气垫，他跟我说老师这个气垫可好用了。我跟你说，我这可没收他们广告费了因为我每天都自己在用这个，安佑在上面。一会儿呢就叫着奶奶一起去给安佑开家长会。这是散粉，它这个散粉真的特别薄，就像羽毛一样的轻薄。我这个学期真的特别感谢我的这些实习生，一共11位实习生哈，特别好，帮了我很多。快放暑假了，现在已经第12周了吧，然后到6月末我们就要放暑假了。哎呀，大学老师就是有这个好的，但是呢暑假也一点也闲不住。很多人说，哎呀，大学老师真的很清闲。我跟你们说，大学老师真的忙，这个一个学期哈，真的忙到起飞，所以就假期里可以休息休息，但是假期里呢也休息不了，因为什么？还有论文要写。我今年呢打算出1到2本书，然后再写1篇论文，因为那个有国内的学校就期刊约稿。最近呢有很多家长联系我，包括从线上，包括从线下，还包括亲戚朋友介绍。联系我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家孩子最近不是专升本成绩出来了吗？然后我说他们家孩子专升本失败了。其实呢，我也是经历过这个时刻，我也特别理解这种心情。
怎么说呢？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种选择，这些家长呢也不要灰心，也不要丧气，然后呢也不要责怪学生，我觉得他们已经尽力了。任何一个就是说可以为他们选择另外一个赛道。优秀的孩子哈，大家可能很多人羡慕优秀的孩子，优秀的孩子背后都会有父母的规划，这句话我觉得可以适用于80%的优秀的孩子。做父母的话呢，如果你要是为他们选择一条好的路，孩子的后半生我觉得至少可以少奋斗50%吧。就是现在呢有很多的这种的认知差，那你父母的话呢，你不能替孩子学习，对吧？所以呢，你可以给孩子选择一个更好的赛道。在国内呢，可能就是专升本考研比较卷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考虑到国外，然后呢来选择留学。我觉得韩国呢是一个非常值得学生来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离咱们中国近，是吧？然后呢，家长也可以不用担心，飞机呢1个多小时，就过来了。我是说从青岛从青岛威海那边1个多小时就过来了。第二个呢，它这边的学费比较低，就是一般的工薪家庭都能承受得住。你看，像咱们国内有一些，其实现在的很多大学的学费也不太低了，对吧？一个学期的话也得像就是什么联合办学什么的，也得大几万的，对吧？韩国这边的话呢，它有一个奖学金，国际学生奖学金，所以的话，一般的话一个学期1到2万左右，可能工科的学费呢比文科的学费更贵一些，但是呢，它这边可以有奖学金，奖学金制度。第三的话呢，就基本上的话，一般家庭的话呢，都可以承受住这个消费。其实，在韩国呢，它的学费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呢是生活费。生活费这边呢，可能稍微贵一点，是咱们中国生活费的大概是3倍。但是呢，在国外留学的目的呢，我觉得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学多少东西，而是呢，我们首先第一可以开拓眼界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可以更多方位的去认识这个世界。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可以锻炼我们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后我们始终是要去独立的，对吧？说实话，我真的是从我考上研究生之后，然后呢，到了韩国我是来那个实习 intern。实习，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才算是真正的长大，真正的感觉自己独立。这样的话呢，就是锻炼我们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呢，这里我就不过多的讲了，因为比较敏感还有就是批判性的思维等等等等的。还有呢，最重要的呢，就是可以认识到一些我们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觉得90%来韩国留学的学生，他们都不会后悔的。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基本上来韩国留学的学生的话，他们第1个学期之后，就是我身边的学生他们基本上来留学的时候，第1个学期他们家里会给他花钱，但是后来的这几个学期都是他们自给自足。就比如说像我弟弟在法国留学，那就是我们家最困难的就是我弟弟去留学的时候，然后我弟弟去留学的时候呢，然后就第1个学期给了我弟弟生活费，还有他的学费等等的，后面的话都是我弟弟自己打工挣回来的。我弟弟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一个孩子吧，他现在已经那个工作了然后呢，他也真的，我感觉他真的是出国以后变得特别特别懂事儿。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跟我弟弟呢，就是我们也算是怎么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吧也不是说穷就是说我父母都是工薪阶层，说实话然后呢，就是我弟弟也是受了很多苦。他在法国的时候呢，就是他就跟我说，他说姐，我在法国的时候就是没有一天休息的时候，我不敢休息。他说我得挣钱，我得挣学费。我弟弟呢，在法国读完研究生之后呢，他又读了一个研究生。我弟弟是双研究生，本科是双学位，研究生也是双学位，所以非常优秀。然后我弟弟就是他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时候，他一共是带回来了30万人民币。然后呢，我妈妈又给他添了一点钱，这个又买了一套房子。所以你想一想，我弟弟在国外留学，然后一边留学拿到了学位，然后还能再带回来20到30万人民币的这种他打工挣的钱，所以呢，真的就是很不容易。我觉得每一个留学生真的都非常不容易。可能很多人都对留学生有偏见或者怎么着，但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理解他们。我弟弟呢，现在已经生了孩子了。我觉得我弟媳妇生孩子非常的辛苦，也不容易，生得非常快，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好像名字叫
名字叫什么？叫好像叫图图吧，就是前途无量的图图哈。然后呢，就是我知道女人生孩子很辛苦，所以呢，就给我弟媳妇儿买了一些补身体的红参，让我爸妈这次给她带回去，然后又给我弟媳妇儿转了一些钱。本来我想把这个钱转给我弟弟的，后来我想了想，给我弟媳妇儿转吧，然后又给我弟弟转了另外一些的，就是主要是给孩子的这个随礼吧，给孩子随礼。我爸妈也给了他们钱，反正就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是比较难的，我弟弟呢也是非常的能吃苦，等到过年放暑假的时候就可以见到他们了。好了，我现在要去给安悠悠开家长会了。